在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官网上有这么一张原画。众所周知，前面这片的取景地是山西朔州崇福寺，而后边那片地方的取景地则是河北玉县玉皇阁。作为一个旅游博主，我支持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方式，除了祭见未来、戳了就拜之外，还计划要走遍这款游戏的各个取景地，然后拍成视频留存下来。而玉县玉皇阁就是我们这场旅途的起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咱们本期视频要对照着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游戏原画，结合玉县玉皇阁的实际景观，讲解其中的28处细节看点。创作不易，求个3连吧。高铁不能直达玉县，我是从保定东站租了辆车，自己一路开到了玉县。导航的终点设置成玉县玉皇阁就可以，它附近就有免费的停车场，又宽敞又方便。这里的门票是10块钱，刷京津纪年票可以直接进去。我们眼前的玉县玉皇阁始建于公元1377年，也就是明洪50年。从那时算起，它也有了646年的历史。当时驻守此地的将领将豫州的土城改建为砖城，并在东西南方向开了3个门，北侧没有开门，而是建了这座玉皇阁来代替。在当时，玉县的前身豫州本身是边陲之地，常有外敌威胁，而这座楼的作用除了展示道教元素之外，还可以用来登高望远，以观察敌军的动向，所以此楼又名靖边楼。如今600多年过去了，这座高楼历经风雨战火，却依然保持着原初的轮廓。玉皇阁坐北朝南，共分上下2院。我们能在下院之内看到玉皇阁的文保牌子，旁边的廊下还有4块碑。我们从右往左看，第一块是元至正8年的重修碑，修的是其他寺，不是玉皇阁。第2块是明嘉靖年间的重修碑，修的也是其他寺。第3块是个经床，字基本都磨没了，看不出年份来。第4块是重修玉皇阁碑记，这是一块1997年的老碑，由玉县县政府所立。逛完这里，我们走向下院的入口龙虎殿，它的屋顶是硬山顶，其2侧屋檐不越过山墙，故名硬山顶。以前龙虎殿里供奉的是道家的青龙白虎2护法，现在这里是4大天王塑像，看起来很新，而且造型还有点后现代。越过天王殿，我们就来到了下院。好消息是2侧配电2次利用起来了，坏消息是都关门了。而正面的位置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区了。游戏原画里的这个小门便是玉皇阁的无上至尊门，越过18级的台阶，穿过那个窄窄的门洞，就正式来到了上院。原画西侧的鼓楼在现实中也在西侧，因为玉县的风很大，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鼓楼上的鼓被风吹得动来动去。这个鼓楼目前是可以进的，我们可以抢在猴子的前边来体验一把仰视鼓楼大鼓的感觉。原画东侧的钟楼在现实中也在东侧，它和鼓楼同是重檐歇山顶，上下2层屋檐视为重檐，屋顶的4条屋脊往下延伸的时候变了方向，仿佛歇了一下，视为歇山顶。钟楼之上挂的是金属做的大钟，这个东西比较沉，一般的风吹不动它。鼓楼的鼓摇摆了600多年，钟楼的钟却在这600多年里不动如山。我们进一步放大原画，就会发现钟楼的屋顶上恍惚还有一层外圈，你猜这个是什么？切换到现实中的场景你就明白了，这是一根接地的金属线，是给古剑安装的避雷设备。毕竟雷火是古剑的天敌之一，保护古剑不能只靠呐喊呼吁，终归是财力到位了，技术手段进步了，才能保护到位。看完钟鼓楼，我们来看玉皇阁的正殿，它面阔5间，进深3间，是3重檐歇山顶。3重檐大家都知道，歇山顶刚才也解释过了，此处不再赘述。如果放大游戏原画，我们会发现建筑的屋顶上有很多小小的东西。切换到现实中来看，人形装饰是琉璃仙人，是古剑常见的装饰品，兽形的实在看不清楚，像是谢豸但不敢确定。原画中正脊2端的位置可不是普通的螭吻，而是盘龙大吻，它的材质和屋顶一样，也是琉璃的，这个比下层的螭吻看起来要精美得多，但是作用都差不多，既有加固屋顶的实用价值，也有克制火灾的美好意愿。游戏原画中的屋顶正中央有3根柱状物，现实中也有这3个柱状物。我的无人机不敢切得太近，从这个距离来看，恍惚感觉是3个大象驮宝塔的装饰。象背上的宝塔很平稳，所以一般叫做太平有象。如果我们放大游戏原画，还能看到眼角之下挂着一些小东西，在现实中这个东西叫铁铎，说白了就是个铁铃的。在春秋时期的战场上，铎一般用来发号施令，后来慢慢被淘汰掉了。而在这个地方，铁铎仅仅用作装饰，
风吹过时会有阵阵响声，好似耳闻铁马三军去，却不见金龟二月还。玉皇阁大殿外观3层，实为2层，那对于游客来说只有1层，因为2层封死了不让上去。在游戏的原画中，我们能在上2层的楼阁之上模模糊糊看到3块牌匾，如果在现实中看，这3块匾额就清晰多了。原版的玉皇阁匾额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，现在中间悬挂的玉皇阁匾额是在1983年一位老家在玉县的领导所写，下方的2块匾额分别写的是立谷跃金和云蒸霞蔚，这些都是玉县当地书法家的作品，均完工于1991年，所以牌匾的颜色比建筑鲜艳多了。至此，黑神话悟空原画中的各处细节我们全部看完，下面我们来看看那些原画里没有的元素。各位可以记住这些元素，将来把游戏败了之后再去游戏中印证一下，看看一共还原了多少。玉皇阁的正殿下边立着8座石碑，我们从左往右看，第1块碑是乾隆46年的重修碑，第2块是康熙年间的重修碑，第3块是天仙子慈碑，明嘉靖年间的官员兼书法家苏志高到豫州崔良响的时候，偷空逛了玉皇阁，并以行草书法写下了这篇天仙子词，他以碑刻的形式流传至今。第4块碑是光绪年间的重修碑，我们往下边一路看，甚至能在这上边看到工匠的名单，这叫做物勒功名，以考其成。留名字是为了便于追究责任，方法简单粗暴，但也非常有效。然后我们越过大门往右走，看第5块碑，这个还是光绪年间的碑。第6块是明万历年间的碑，碑上好多字都被损坏了，破坏的手法很专业，严重怀疑是某个踏碑的鳖孙干的。第7块又是1块乾隆年间的碑，第8块是道光年间的碑。至此，我们逛完了上院，然后我们走进大殿内部，正面摆放的是玉皇大帝的塑像，东西2侧墙壁上画的是36雷公。然后我们抬头看，房梁上有3块长方形木额，分别是康熙、乾隆、光绪年间的重修碑，参与人员一一记录在册，这既是至宝的凭证，也是历史的见证。逛完了玉皇阁，我们走回下院，从侧面的小城登上豫州的城墙。当你在城墙之上俯瞰内外风景时，可能你并不知道，这古老的县城内外竟有20多处国家级文保单位，1600多处文物点，几乎每个村子都保留着古村堡、古戏台、古寺庙、古民居这类的看点。只要你想看，就算是花1年的时间，都未必能看完。我们的玉县之旅始于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，但并不一定会忠于这里。其实我更想以游戏为契机，以取景地为线索，来让更多原本富有文化内涵却不为大众所知的城市，来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。而且未来的每一期视频，我都想做到今天的水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肯定离不开在座各位的帮助。关于黑神话悟空的旅行计划，我做了3张图。第1张图里的景点既能确定现实中的出处，也能确定游戏里的出处，这个有时间就能去。第2张图里的景点有资料说他们是游戏中的取景地，但是我没找到游戏中的出处，希望懂行的朋友能指点一二。等确定了游戏中的出处之后，我就也可以去了。第3张图是个空白，代表我前2张图中被彻底遗漏掉的景点，这个就靠看到这里的各位观众来帮助我一一补全了。很高兴这一次轮到满是中国元素的黑神话悟空火起来了，希望他能火个20年起步，多陪伴几代人一起成长。等我把前面的资料集齐了，我的黑神话悟空之旅就可以继续推进了，各位敬请期待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1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